我大概是在2001年第一次接触艾娃，准确点来讲应该是辽艺版本的天鹰战士，当时还没有凌波丽这个名字啊，都是叫做凌波凌。无论什么名字吧，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，它都是我在二次元或者说动漫文化影视中最爱的一个角色。所以说呢，当 House Studio 好时工作室在近期日本 WF 去做这个限定的人偶，我也是非常高兴的。因为就上半年还聊了同样是一日版权的明日香，没想到时隔几个月啊，就能将他们凑在一起了。各自小圈大家都老大好啊，又是很久没去聊的艾娃。今天呢，继续分享一下由好时工作室出品的 WF 一日版权凌波丽。山、重い山、時間をかけて変わるもの。空、青い空。目の見えるもの。一つしかないもの。水、気持ちのいいこと。びっくりする。花、同じものがいっぱい。いらないものもいっぱい。あなた誰？あなた誰？あなた誰？实际这次啊也不是拆箱，算是伪拆箱吧，因为它很多这个服装啊已经我提前体验了一下，给它安装好了。但是这个包装呢，还是很想跟大家去聊聊看一看。内外两层牛皮纸啊，还有里面这个彩盒，都用了一个线稿作为锋绘啊，回眸的感觉倒是蛮对味的。整体呢是比较利落的，没做什么过度的设计。如果你结合它侧边这个包装，还有内部的身份卡的话，能够发现它这款设计和之前明日香一样，是参照了很多艾娃初期早期的那些设定。重点还是主体人物的这个形象。实话实说，最开始看他们那个比较早的那个官图啊，还有先前公布的一些东西啊，还是有一些担心的。有明日香珠玉在前嘛，大家一定会去比较。而且就我惯性的一个思维来讲啊，两个形象在同时出一款产品的时候，往往都是明日香会更优秀一些。但实际上手之后，还是明显能感觉到它对于凌波丽的设计也是十分之用心的。同样的是保持了好时自己的偏向可爱那种风格，实际上这种风格和明日香很搭配。但是作为丽，所谓这个三无的形象，那要去付出的，我个人觉得会更多。如果你做一个完全没有表情的造型的话，那会显得它很死板啊，就真的好像一个娃娃一样。但是如果你做出太可爱的神情，又会让人觉得不符合原设。实际上很多丽的这个形象设计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。所谓三无啊，并非是那种完全没有感情，就你还是要在细节之处去做一定的神态。这款在神色把握上，我觉得肯定是有仔细去研究人物的形象，再去做了设计，并且和明日香放到一起的话，五官上还是做出了很大的区别。头发的话，同样具备一个替换键的设计，切换前面这个刘海类似于替换这个发片。普通造型并不算特别出彩啊，你看上去还会有一点像那个 G-Quarks 里面那个马丘。相较而言的话，这个随风飘荡的效果，我觉得是直击我灵魂的啊！我是超喜欢这个造型，就和之前明日香一样的，我也会更喜欢它头发动起来那种动态感觉。因为本身丽的发型就没有特别多那种夸张设计了，朴实一点那种短发，除了它蓝色以外，并没有特别特殊的。动画中也多次会用那种在溶液中漂浮的效果去凸显它空灵的感觉啊，我觉得是这款其实在设计时候也会去加入这种摆荡起来吧，实际上你怎么理解都好，像是被风吹过浮起来，或者是置身在水中，反正它是一个很动态的感觉。全部拆掉的话，也能看到它后方是具备可动眼的一个设计，实操上来讲要比明日香能去调整的幅度更大。
它有一把后端这个拨杆是做长了啊，这个体验的感觉要比之前手感方面更好。当然还是它这眼睛很大啊，调整的时候相对的它可能幅度就不会太多。眼睛本身红色瞳孔，实际在拍照来讲并不算吃香啊。但肉眼去看的话，这个观感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，类似于玻璃体这个位置是很通透的啊，看它这个瞳孔。也因为它是采用一个夸张手法去塑造这个面雕嘛，你结合这个立体的刘海，通过不同角度去看，这个也和之前明日香相似的，甚至能展示不同的一个情绪、不同的效果。这个是写实头雕实际上不太容易做到，如果你喜爱拍照的话，它会是一个不错的玩点。然后就是它全身的服装啊，造型上不用太多说，校园形象这个水手服，这个颜色是足够还原的啊，没有做的太鲜亮，质感还 OK 的。和明香区别主要就是在腿部的这个穿戴上，立的话比较标志的就是这种黑色这个长筒啊，鞋子的话也相对会更加朴实一些啊，它这个形象和原作是相仿的。素体表现上摸上去同样具备一定那种肤感期，整体的这个紧实度照比明香会有不错的一个改善，尤其在膝盖这个部分啊，把玩之后会更加美观，同时这个关节的阻尼感会更强。配件并不多啊，最重要的是这个随身听，比较灵魂的、很线索性的一个道具。它给了一个透明外壳包装，上端印了一个仿照 One Last Kiss 那个 CD 封面的这种彩绘啊。打开的话，里面就是这个随身听，刻画还 OK 啊。耳机的线相对比较细致，所以把玩的时候不要太用力的去拉扯啊。多说两句，这个在设定上是叫做 SDAT 的型号。现实中的话并没有相同的一个产品啊，算是在 AIWA 世界观上模仿索尼产品臆造出来的一个随身听。放大一点去看，它里面这个磁带也写了 Fly Me to the Moon 这算是一个小彩蛋。耳机这个部分虽然头雕并没有一个实际的耳朵啊，但你拆掉这个发片可以卡在两端。不过呢，我个人不建议长时间这样去搭配，以免这个耳机蹭坏人偶的面颊。随身听有附带一个专属的握持手型，可以让它正常持有，或者是抱在怀中，反正它搭配起来的玩法相对就会更多一些。比明日香那个书包，我自己是更喜欢。然后就是地台金属拉丝亮面的效果，联名的 logo， 上面也有关于它具体发售的一些信息。这种光面拉丝质感实际很好啊，不过要小心不要沾这个指纹。同时呢，鞋底是具备磁吸，用它维持稳定的站立性。后续的话再做相似产品，我觉得可以在这个磁铁上更加强一些，因为它只在这个鞋跟上会有嘛，往前脚掌再加一点，让它更稳固，同时能够去兼顾一些像是向前向后倾倒啊或者单腿的那种造型。实际上这种产品的配件并不算多，最大亮点就是好事公司是自己这种关于女偶的一些形象设计，结合了 AIWA 原本的人物形象，作为一个二创的产品，同时又具备一日版权，其实是很吸引我的。设定上呢，又是一个小孩子的形象，很讨喜。这种不疑可登人偶也先天具备一定的可玩性，在服装的替换上，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去进行一定的替换。之前明日香就看到好多朋友们去给他穿一些常服啊或者什么，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些想法。力的话，我还真想不太到他可能还能穿什么服装啊，因为本身要不就不穿衣服，要不就是校服，要不就是那个紧身衣，实际其他服装造型也不那么多啊，在原本的那个剧情中。后面的话不知道还会不会去再做AIWA其他的形象啊，做真希波也可以。如果要做葛城美里的话，可能要想一想怎样做一个御姐的形象。但其实好时自己也有那个蛇年限定的那个女偶嘛，就是一个比较飒的御姐。即便不出其他角色啊，有这个明日香和林茉莉放到一起，我觉得已经很完整。也因为他们两个数量都很稀少，价格上说实话是比较高的。这里也额外提醒大家一下，一定要理性消费啊。其实不做AIWA也可以，我觉得其他的日漫形象能够适配这样一个风格的还是比较多的。如果能去做一些其他高人气的角色的话，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，未尝不可的。然后呢，这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